身为洪荒扮猪吃老虎的三足金人，却只想着混吃摆烂，望哥成龙。大哥帝俊霸气无双，身怀河图洛书，创造万族道法；二哥东皇太一睥睨天下，一手东皇钟镇压洪荒万世。此时大哥二哥一同争夺洪荒共主，却与洪荒实力强大的12祖巫决裂。当时在天庭被我出其不意重伤的帝江，进入盘古殿，借助一颗巨大的心脏修复伤势。帝江缓缓睁开双眼，肩膀上的伤口已经恢复如初，转头看着身边暗淡无光的心脏，眼神顿时有些伤感。父神，您的身体化为洪荒，孕育我等。洪荒当属我巫族。帝江站起身，走出盘古殿，召集部落中所有的大巫。一众祖巫看见帝江的伤势无恙，顿时松了一口气。煮酒鹰忍不住对着帝江抱怨道：“大哥，那2只杂毛鸟竟然敢如此放肆，自称洪荒共主！吾等乃是盘古后裔，必须做出反击，让妖族知道我们永远不是软柿子。”帝江看着一众祖巫如此气愤，无数的大巫煞气冲天。帝江知道巫族的心中压着一股怒火，洪荒乃是父神盘古所化，在巫族的心中，真正的洪荒掌控者只有他们，就是成为圣人的红军也不行。帝江的面色变得阴沉凝重，抬头看天，仿佛有什么东西压住众人。既然出事，那便惊叹洪荒。想到这里，帝江直接开口呼喊：巫族绝对不容许2只杂毛鸟掌控父神的世界，杀上天庭屠戮妖族！剩余的11位祖巫顿时振奋起来，几百道煞气冲天而起。洪荒大能瞪大双眼看向盘古殿的方向，紫霄宫大殿红军眼中金芒闪过，巫妖亮节将至，大事终究不可改变，终究该来的还是来了。与此同时，天庭中的众多妖族看见盘古殿的方向，面色顿时阴沉下来。一位妖将连忙冲进凌霄宝殿，禀报妖皇陛下，巫族12祖巫带着无数的大巫屠戮5妖族。帝俊双目中闪过一丝寒芒，杀意将要化为实质。唯有东皇太一上前一步，不过是一群不长脑子的蛮子罢了，竟然敢杀我妖族，简直找死！顿时10大妖圣请愿出征。帝俊上前一步阻止东皇太一，说道：“12祖巫实力个个超乎大罗金仙，10大妖圣前去不过是找死罢了。”最终军师白泽提议将所有的妖族收拢至不周山，毕竟365周天星斗大阵还未完成，若想成大事，必先引远。帝俊思虑片刻，大手一挥，既然如此，诸位便立刻去干这件事，召集妖族准备迎敌。此时12祖巫带领巫族在洪荒大地上狂奔，所到之处妖族横尸遍野，血流成河。帝江眼中杀气弥漫，向着不周山发起冲锋。不周山，帝俊带领众妖列阵以待，无数的妖族聚集在不周山上，延绵不绝。帝俊和图洛书猛然出现在9天之上，东皇太一身后混沌中轰然出现，发出一声通天彻地的声响，带着遮天之势猛然砸向12祖巫。帝江看见混沌中落下，眼前出现空间裂缝，带着几位祖巫瞬间穿过东皇太一的混沌中，然而仍有3位祖巫被混沌中覆盖，困在其中。剩余的9位祖巫看见后目眦欲裂。帝江看见东皇太一的身影，直接就要出手，然而帝俊的身影挡在东皇太一身前，轰然一拳跟帝江打在一起。上次的恩怨还未了结，今日你的对手是我。恐怖的余波让周围的山河破碎。经过妖族气运加成的帝俊自然今世不同往日，妖族的气运越来越强盛，以至于帝俊实力越来越恐怖。金之祖巫、风之祖巫猛然冲向帝俊，3打1，帝俊依旧不落下风。白泽跟刑天缠斗在一起，剩余的几位妖圣同样挑选强劲的对手，实力较弱的大巫则被365妖神围攻。女娲、伏羲、鲲鹏纷纷挡住剩余祖巫，巫妖2族大战开启，天昏地暗，看似势均力敌，实则妖族的整体实力比巫族弱一些。巫族都是精锐中的精锐，大巫过百，威势无双。帝江看着近在咫尺的帝俊，面露讥讽：上次的耻辱，今日我将加倍奉还。帝俊手持河图洛书挡住帝江的攻势，一群没有脑子的蛮子妄为盘古后裔。见帝俊侮辱父神，帝江顿时勃然大怒：2只杂毛鸟也敢自称洪荒共主，今日便灭了你妖族！帝俊河图洛书将帝江的攻势挡住，太阳真言犹如一道利剑直奔帝江的面门。帝江一拳将飞速袭来的太阳真言打散，目光落在帝俊的身上，恨不得将帝俊撕碎。浑身肌肉鼓起，瞬间来到帝俊身后，随后一拳砸向帝俊的面门。帝江身为空间祖巫，让人看不清踪迹。帝俊身后涌现金乌之翼挡住帝江的一击，同时释放出一团火海，将风之祖巫和金之祖巫困住。瞬间回头，河图洛书绽放青光，想要将帝江拦在这里。不曾想帝江的速度竟然如此之快，瞬息之间便出现在千里之外。鲲鹏借助先天至宝北冥剑挡住2只祖巫，虽说不能对2尊祖巫造成实质伤害，但是拦下他们游刃有余。女娲凭借本身的实力便挡住1尊祖巫，伏羲挡住1人，2者战得不可开交。此刻的东皇太一手持混沌中1人挡住5人，甚至丝毫不落下风。恐怖的吞噬之力让祖巫都感到有些胆寒，若被混沌中吸入，恐怖的吞噬之力直接便能被重伤。白泽带领10大妖圣跟巫族的大巫缠斗难分胜负，365妖神跟上百位大巫激斗在一起也尽失利，不过咬咬牙依旧顶得住。战争进入到白热化的阶段，帝俊此时有点力不从心，空间祖巫帝江的速度实在很快。东皇太一同时面对5尊祖巫，消耗巨大。巫族的众多金仙将妖族像是砍瓜切菜一般残杀，鲜血犹如河流一般从不周山流向洪荒大陆。与此同时，巫族的情况也不乐观，巫族的人口本来就十分紧张，根本经不起如此庞大的消耗。此时巫妖之战陷入一个难解难分的地步，帝江看着自己的族人一个个倒下，顿时开始着急起来。作为巫族的大哥，心中自然是清楚，如今的巫族还无法对妖族有毁灭性的打击。帝江此时终于看不下去，带着金之祖巫和风之祖巫暴退千里，看着远遁而去的帝江，帝俊语气讥讽地说道：难不成巫族只有这样的本事，还真是孬种。帝江面色难看，对于帝俊的话却无可奈何。此时的不周山脚下，无数的妖族身影道消，东皇
皇太一以一敌五，此刻有些吃力，面色有些煞白，嘴角鲜血流出。鲲鹏女娲伏羲消耗巨大，已经是强弩之末。10大妖圣与10位大巫弑君力敌，365妖神伤痕累累，甚至生死报销。妖族人口基数庞大，自然是经得起消耗。此时帝江知道是必须撤退的时候，众祖巫心有不甘，却无可奈何。巫妖两族都有很大的伤亡，不过巫族明显更加吃亏一些。几位祖巫听见撤退的信号，迅速后退，向着巫族的中心聚拢。谁知东皇太一受伤后，竟然没有丝毫的退役，反而越战越勇。在土之祖巫后土刚要撤退的瞬间，东皇太一记起混沌钟，用尽全力打向后土。混沌钟强悍的攻击力瞬间让后土难以招架，瞬间土口老血落在地上。负伤的后土竟然感觉有些精神恍惚，他看见无数失去的生灵身上飘出一抹青白色的浓雾，浓雾直奔9重天而去，消散在9天之上。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元神？他们去了哪里？作为12祖巫中年龄最小、最得宠的一位，看见后土遭受如此重创，众祖巫的心中自然是十分震怒。帝江猛然回头，便看见帝俊脸上的那一抹笑容，心中有着无数的疑惑。妖族的死伤比巫族严重的多，为何他还能笑得出来？